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次影片。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影片，就是关于如何自己部署一个 VPN 服务。现在的网络环境日益复杂，无论是保护个人的隐私，还是访问地区限制的内容，VPN 都成为了很多人不可或缺的工具。但是提到部署 VPN，许多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甚至需要专业的 IT 技能才能完成。但实际上，这一切都变得非常简单。甚至是傻瓜式的操作。在这支影片中，我将向大家展示如何自己使用OpenVPN。OpenVPN 是一款开源、免费和安全的工具，快速部署一个属于自己的 VPN。顺便说一下，我是一名在法国巴黎工作的资料工程师，VPN 是我工作和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多年前我就开始自己自建 VPN 服务，不仅稳定安全，而且最重要的是从未中断过。我目前人在巴黎，无论是处理工作还是个人需求，这套系统一直在我保证当中的安全的网络环境中工作运行。那么，为什么我会使用 VPN 呢？举个例子，我平时很喜欢看韩国的综艺节目，但有的时候这些节目对地区的 IP 是有限制的。比如说，我的 IP 是在法国巴黎，必须要有韩国的 IP 地址才能观看。这时候 VPN 就成为了我的得力助手，它能让我轻松的切换到韩国的 IP，随时随地的追我喜欢的韩剧和综艺节目。不仅如此，VPN 还能够帮助我访问更多被限制的内容，实现真正的网络自由。比如说，你可以使用 YouTube，或者是使用维基百科，或者是使用 Google，但是这些服务可能会在某些国家是禁止使用的。另外，大家都可能会觉得免费的 VPN 很方便，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免费的 VPN 很可能并不安全，有的时候甚至是钓鱼网站，可能会偷偷的收集你的个人资料，甚至更严重的是会有安全隐患。所以我想透露，这一期影片教大家如何使用 VPN，自建一个安全又稳定的 VPN，不仅能够满足你的网络需求，还能有效的保证你的隐私和资料安全。我透过这个技术可以无缝的在不同的操作平台上使用，比如说我如何通过部署这款服务成功的在安卓手机上使用，以及成功的在苹果手机上使用，还有成功的在 iPad tablet 上使用。然后这是手机，还有就是 laptop，比如说 MacBook、Apple 操作系统如何使用，以及 Linux Linux 乌班图系统的操作如何使用，还有 Windows 上如何操作使用。我在这支影片都会分享如何去在多平台使用这款服务。你不需要高深的技术背景，也不需要花大价钱去购买高端的设备，只需要按照我的步骤一步一步的操作，就能够轻松部署自己的 VPN。我的目的是让大家在享受网络自由的同时，使用稳定安全 VPN，再也不用担心资料泄露或者不稳定的问题。如果你对 VPN 的基础概念很感兴趣，或者需要一个高效的网络工具，这支影片绝对是你需要准备观看的。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开始观看。但是在观看影片之前，我想对大家说，我分享这支影片不是为了让大家做一些违法的事情，只是想让大家如何科学的学习上网。好了，那我们来观看我们的影片吧。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我如何在AWS 上部署OpenVPN 服务。然后这里我们需要进入 AWS Amazon.com 这个页面，然后我们需要进入。假设大家有 AWS 账户，如果没有的话，你需要自己去注册一个账户，然后第一年是免费使用，然后免费就相当于免费使用AWS 的免费服务。然后 OpenVPN 也是包含在内的，我们需要登录这个页面，然后我们可以sign in，就是我们需要登录这个页面。就我这已经之前登录好了，所以说就不在这里展示了。然后我们需要看一下 billing， 就是我可以展示一下我这个账单，比如说我这个月的12月份我已经使用了$16.3，但是这个不是我的 VPN 服务，是我的个人的block 的一个费用。然后可以看到我的 bill， 我可以给你展示一下我 VPN 所支付了多少钱。然后这里面可以看到最贵的是$10，然后其中是 EC2 它的服务是，你看我的 VPN 是部署在新加坡的节点的，
然后是1.4美金，我消费了36个小时，我用了36个小时，只用了0.53美金，其实这价格还是很便宜的，就相当于我如果每天用2个小时的 VPN 服务的话，然后我1个月大概就是用60个小时。那你可以看到我这36个小时double 的话，就是大约是1.2美金，就相当于我1个月如果每天用2个小时的话，我这伺服器产生的费用只有是1.2美金，其实这很便宜的。而且它这个伺服器是我自己的共享的一个VPN 服务，我不和别人共享一个服务，所以说这个速度是比较快的。然后，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要支付0.87每个月，大约是0.87美金的一个存储。这个存储，你看我是大约是每个月的话是7.258GB，这个是必须要你需要 SSD 存储的。就如果你要安装一台伺服器，你必须要存储的，这是必须要花费的。但是这个价格是能接受的。然后，由于我这里我并没有购买静态 IP， 因为我每次启动一个 VPN， 它的 IP 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不需要购买一个静态 IP， 因为每次获得的 VPN IP 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是能节省很大的一部分费用。然后其实这个价格还是很合理的。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EC2 是如何使用 EC2。因为这里面的 VPN 是需要 EC2 service， 可以点进来。点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韩国的节点。因为我在影片开头介绍我是如何看韩剧，然后使用韩国的 VPN。这里面 AWS 提供了以下国家的服务，比如说美国、香港、印度、日本、首尔、韩国、新加坡、雪梨、东京、加拿大，还有欧洲，比如说法兰克福，然后爱尔兰、伦敦、法国，还有 Stockholm 就是瑞典，然后还有 South America 南美的是巴西。目前是以上的国家，但是也可以有更多的，但是其中有12个 religion 是我的账户是不能允许的，但是也可以就是管理这个就是国家，其实也可以激活更多的国家，比如说印尼啦，还有澳洲啦、马来西亚啦，还有瑞士，这个得需要你去激活，因为我这是 disable， 所以说我可以给大家看看有不同国家的节点。但是这里面目前是没有发现有台湾的，所以说不好意思大家，如果需要台湾的这个 AWS 可能是没有办法能帮到。这里还有以色列的 Israel， 然后沙烏地阿拉伯应该是沙烏地阿拉伯，这是中东的。好，那我们返回这个，我们就直接在这个 server 上创建一台伺服器，我们需要点击 instance。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伺服器正在运行，因为我们没有去创建，所以说我们需要点 launch instance， 然后在更多的一个这里面点击选择输入 open VPN。Amazon 它已经帮我们已经 productionized 的就是这个产品，所以说你不需要自己去安装，直接我们点击 select 就可以了。这我们选择这个 subscribe now。现在我们可以订阅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AWS 已经为我们确定好了一个伺服器的镜像，然后我们需要选择instance 的 type， 然后我们这里建议大家选择T2.micro。如果你不差钱的话，可以选择高的，但是如果前提是你用户量多的情况下，如果一个人的话或者2个人的话，其实选择 micro 就是可以。这里面它如果是你第一次注册 AWS 第1年的是免费的，所以说你如果免费使用1年的话，就相当于免费使用1年 VPN 服务。这里面也可以，就是这个条件是 free tier， 就是你可以选择 T2.micro， 然后选择 T2.micro。我建议大家不要选择 T2 Nano， 这个是特别小，因为我当时测试了，在这款伺服器安装 OpenVPN 是无法使用的，就是 VPN 它总当掉，所以说我们就直接选择第2个 Micro 就可以了。
选择之后，我们选择一个 key， 这 key 就是用来你去安全的连接你的这个伺服器的。然后我们这之前已经创建了一个key， 就是你可以自己，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建议你点击 create new key pair， 因为我这里已经有了，我就是使用这个 VPN。然后选择创建一个 security group， 这里面我建议大家暂停我的影片，然后你需要配置一些这个，你也可以就是创建好伺服器之后再配置，可以选择，因为我这里面就选择已经创建好的。至于如何选择 SSH、Custom TCP 还有Custom UDP 呢？这里面我有一个已经注册好、已经制作好的，你可以照我这个抄送下来就可以。比如说 HTTPS TCP 选择443的端口，然后 HTTP 选择80，然后 All Traffic 选择 All， 然后 SSH 选择22，然后 Custom TCP 选择943。这个943是一会儿我们需要用到的，这是我们的 OpenVPN 的一个端口。然后以及 TCP 945或者是和 UDP 1149。然后这里面请大家一定按照我这个去配置。然后这里面我已经选择一个 select， 我们选择默认的即可。然后这里面那个，因为我们每台伺服器我们必须选择一个 SSD 的一个存储，这里面最小只能选择8G，所以说其实8G 就足够用了，我们就选择8G， 默认的8G。然后我们点 launch instance， 这样的话 AWS 会为我们创建一台我们所需要的伺服器，这个伺服器上已经安装好了 OpenVPN 这个软体，所以说我们不需要自己安装 OpenVPN。但是我们需要操作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进入这台伺服器，这是我们刚刚创建的，你看 pending 状态当中。然后这台伺服器已经为我们分配了一个静态 IP 43.203.210.40，然后这是我们后期连接 VPN 时候需要这个静态 IP。然后我们点击 Instance ID， 这你看已经正在运行当中了，就是相当于 AWS 已经为我们创建好了这台伺服器，我们现在只需要点击连接就可以。连接的话，它默认的 username 是 root， 我们不需要操作，直接点连接。连接之后 ，AWS 这个界面就会帮助我们进入我们刚刚创建好的伺服器 IP 是这个。你可以看到，现在进入之后，它已经帮我们安装好了 OpenVPN， 但是我们需要配置，这个配置它是不能自动帮我们生成的，我们需要自己确定。你可以看到输入 yes， 我们需要输入 yes， 点就是遵守协议，然后回车，然后我们也直接敲 int 也是默认的，然后默认是1，然后接下来是默认的，不需要操作，这是密钥协议操作，然后默认的是943端口，我们不需要更改，直接敲输入 int。443是 TCP 的默认端口，我们也是默认的。然后这里面我们需要勾选 yes，should client traffic be routed by default through the VPN， 我们需要输入 yes。然后 DNS traffic be routed， 我们仍然需要输入 yes， 还是 yes 回车。然后你是否需要登录用户名输入 OpenVPN， 所以说我们输入 yes， 就是你需要用这个用户名 OpenVPN 的用户名去登录，然后你也可以自己设置用户名，但是这里我建议大家直接默认即可，然后点敲。这里我们需要大家输入一个密码，这个密码就是用来你每次去连接你的 VPN 的时候的，我这里需要你自己输入一个密码，但是建议大家如果不确定自己是否输入密码成功，你可以输入回车，它会自动生成一个随机的密码。你看我回车之后，他说 Remember this passport 是这个，我们需要拷贝下来，这个我们一会儿需要用到的。你看我们这里，比如说我放到这里，然后这里我们需要用到的，然后请输入一个 key， 这个 key 是需要你去官方网站 OpenVPN 去自己注册一个 key， 这里我们先忽略，一会儿我们教大家如何去使用这个。你看这里你可以看到它的密码是这个。
然后目前AWS 自动帮我们创建好这个资料库，就是将一些是原始数据啦，比如说 metadata 已经创建好了。目前 AWS 已经帮我们创建好了之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界面上它会显示一个 admin UI，就是相当于一个管理员。我们需要进入这个页面，你看我们可以进入这个页面。这个页面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个 Your connection is not private， 这个你可以忽略，点击这个先进功能，然后点 Unsafe， 就我们自动帮我们切换到管理的界面。然后这个输入我们刚才默认的是 OpenVPN， 然后这密码就是刚刚我们拷贝下来这个密码，这是随机的密码。然后你看我们登录之后，我们会发现它有一个协议，我们需要选择 Agree， 就是表示同意的意思。同意了之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2个 VPN connection 是 allowed。这里我们需要进入哪里？进入用户管理，就是 User Management。你可以看到有个 User Profiles， 我们需要进入这个 User Profile，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 New Profile 是吧？然后我们需要点击创建一个 New Profile， 然后 Create。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下载的页面就下载了一个这个 Profile， 这个 Profile 我们是需要连接 OpenVPN 的时候使用的。对了，然后进入这个页面之后呢，我刚才找了一下，是在 User Management， 然后你需要点击User Profiles。这 User Profiles 就是相当于每个用户他有个配置文件，然后它这个配置文件就是需要连接你的 VPN 服务的。然后这里面我们看到它有一个是我无法确定这是不是，它应该是没有的。我们需要创建一个，的话，它是比如说我是叫什么呢？我看创建一个，它就默认的叫 OpenVPN。这就你看不着，刚才我当下来的这是 OpenVPN 配置吗？因为接下来我们连接 OpenVPN 的时候是需要这个配置文件的。然后我们打开来看看这个 OpenVPN 它是什么一个东西。然后我们点进去之后，我们可以操作是，比如说需要打开，用什么打开呢？用 Notepad，你可以尝试一下。它是一堆密钥，然后一些密码啦，比如说 IP 啦，这就是比如说你的密钥，这是需要你连接服务的。这款就是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它是因为它是一个 private keys， 就是它需要你连接伺服器时候需要你的账户密码的。但是这个有个好处就是它非常安全。然后连接你的 VPN 时候，我可以给大家操作一下是如何去操作 VPN。然后我看一下我这个 Windows 它操作系统是有没有 OpenVPN 服务的。我是没有的，我是需要自己下载的。下载这款软件，比如说 OpenVPN Windows 下载。你看我去下载因为我是 Win11。然后我下载之后，我安装这款软体，安装需要一些时间。然后大家你看，我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安装上了，是吧？然后点 Next， 只点默认就是接受，然后 Install， 操作，然后 Yes。我为什么要安装这款软体呢？因为我在我的Windows 操作系统里面，我是需要去科学上网，是需要换我的 IP 地址，就是比如说，就相当于我使用 VPN 服务，这时候需要下载这款软体，然后点 Finish。因为我现在目标是韩国的 IP， 所以说我一会儿给大家测试一下我是否是韩国的 IP 地址。
然后应该是安装成功了，应该是。然后我去，你看这里面看已经安装成功了 ，great。然后这里面我就需要连接，如何连接呢？很简单，只需要 upload file 就可以了，直接将刚才我浏览器当中的下载好的文件点击，你看有个 download，你看我直接点这个刚刚下载好的 profile， 点连接。这个 IP 就是我刚才伺服器 EC2 生成的一个 IP 地址。你比如说，你看这是3.3.36，是结尾是156。你看我这个 IP 是156吧？这正好匹配上了。然后我们需要进入这个软体 OpenVPN 软体之后，你看啊，我可以连接的。然后这是 user name， 就是它已经是 lock 的，就是你无法更改的。然后可以。密码是多少呢？就是刚才我进入这个自己设置个密码，就是你刚才在进 EC2 时候设置的然后你看我连接，这就刚才我设置，它如果标绿色的话，就是应该没有问题的。这款应该是目前是有一些问题的，因为可能是在配置当中，哪个配置没配对好。这是我需要解释的，因为它可能是在我的设置当中是需要有一款，然后我输入我的 hostname IP 之后，就是它 IP 是不需要输入的，然后输入也不需要输入用户名，直接输入你刚才设置的密码，然后点 save 之后，然后我们去连接这款 VPN 服务。因为我在影片之前有介绍，我连接的是韩国的 IP，所以说我们现在点击连接，你可以看到这个页面是已经连接到那儿的 connected， 就是连接。然后我们进入什么呢？我们大家来，是我进入我的另一个页面，然后我测我是 IP 是哪儿的，因为我刚才连的是南韩的。对，然后我们进入这个服务，我们看我们的 IP 是哪儿的。你可以看到这个 IP 现在已经变了，是3.36.118.156，这就是刚才我连接服务的这款IP 地址，这款是首尔的。你可以看到它这款 IP 就是，稍等一下，我看我翻译一下，这是我的 IP 地址，这个不能翻译 ，OK， 我的 IP 就是结尾是156，你看现在我变成韩国的 IP 了。然后我们现在可以上正常连接网络，比如说 ChatGPT。你看到现在的这款，就是我们已经就是相当于到了韩国。这款是目前比较稳定的一个节点，你可以看到是 AWS 亚太的，然后是Incheon，这是仁川城市。然后我现在断掉连接，因为我现在不连接 VPN 了。然后我们再刷新，之后你会发现，你会发现它这个 IP 变了，又变成我原来这个 IP 了。这是我原来的这个就是国家的 IP。目前这是 Windows 如何操作使用。然后接下来我会教您如何使用 MacBook， 其实原理都是一样的，直接将这个下载好的这个配置文件，就是这个 profile 直接放到 MacBook 上，也直接在 MacBook 上去操作，然后以及 iPad， iPhone、安卓手机都是可以这么使用的。然后会接下来一步一步的去操作如何去使用。大家可以看到，我刚才进入这个界面的 EC2 上，我们已经是创建一个正在运行当中。如果我们不想用，比如说暂停，我们需要进入这台实例之后，然后它有个 state 状态，stop instance 就相当于我们给伺服器关机状态。
但是不是说将这台伺服器删除。如果我们停止的话，下次我们想用时候再 start instance，但这个时候它 IP 就会变了。所以说我们那个配置需要更改它这个 IP。比如说我们进入这台配置之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我们可以给点开看看这里面是什么。它是一个相当于它一个连接属性以及这个密钥。但是我们需要，如果我们下一个如果再生成一个的话，生成一个新的 IP，我们需要将这个 IP 修改。但是我个人有一个自己做了一个软体，这个软体手机电脑都可以去访问，然后我们自动更改这个 IP。所以这里面我们需要手动更改，因为我们下次可能会更换 IP，因为我们静态 IP，因为静态 IP 大约是每个月3.5美金，所以说我们并没有购买，然后这里面我们可以terminate， 就相当于删除这台伺服器，这就是永远恢复不来了。这里因为我不给展示，我可以删除，相当于我们这个伺服器就已经被删掉，永久删掉了，我们恢复不了了。然后看好。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如何在 MacBook 上去运行 OpenVPN。然后因为是我之前在我的 Windows 上有这个配置文件，所以说，但是我在 MacBook 上没有配置文件，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配置文件，然后去不同的设备去连接。这里面我就不去连接我的 AWS， 我是有自己的一个网站。我自己的网站可以就是创建一个实例，比如说这是我的个人网站，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的个人网站，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就是软体，就是可以自己创建开启 VPN。就比如说我这里面已经做好了，比如说打开1个小时价格多少钱，打开2个小时价格多少钱，打开3个小时，然后等3个小时过，比如说我开启3个小时，然后3个小时过后它的 VPN 自动关闭，这样我们就只计费3个小时的价钱，这样比较便宜一些。然后比如说这是我的 OpenVPN， 比如说我开启1个小时，我现在开启1个小时，其实我可以给大家展示我的 AWS。大家可以看到，这已经登录了我的AWS 账户，然后我进入我的Singapore 新加坡的节点，因为这里面我做好的这个软体是连接新加坡的一个地址，然后你可以看到我的 EC2 进去 EC2 上，目前这个我的 instance 你可以看到。它是 stop 的状态上，然后我进我这个网址之后，然后我去开启1个小时，开启1个小时之后，它会去连接我的 AWS 账户，然后去创建这个实例 start。你看现在它运行状态，运行状态之后，它会分配一个 IP， 比如说 IP 是47开头的，然后65结尾的。你可以看到，然后这个网址之后，它会就是47，然后65结束的。
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已经开启这台服务了，因为我用之前我要开启，开启之后呢，我怎么下载那个配置文件呢？然后我们点击下载 download 到 local， 下载之后，然后我这个 Google 浏览器它会下载一个这个配置，配置之后，然后我 keep， 我直接点连接，然后我打开 OpenVPN， 然后点 OK，OK 之后，然后密码就输入之前我自己的密码。然后点连接，点连接之后，我们现在就是看是否能连接新加坡的 VPN。你可以看到已经连接当过程中，然后怎么测试如何是否连接呢 ？Where's my IP？ 然后点进去之后，你会发现，验证是否机器人。进去之后你会发现，你看已经跳到了新加坡的节点，比如说你看，这已经是新加坡节点，然后47开头的，然后65结束的，现在已经是新加坡的节点，现在也就是进入了新加坡节点，所以说非常简单。我如何在 Linux 乌班图系统连接 OpenVPN？ 你可以看到这是我的乌班图20版本，然后我们进入这个Network， 它有个自带的这个 VPN。因为乌班图我不是很确定如何安装OpenVPN 这款软体，所以说，但是我可以用自带的去添加配置，这个稍微比较麻烦一些。这里面你看我再去点击这个以下载到本地，下载到本地之后，你可以看到我这里面已经下载了这款配置文件，然后我去我的我去我的这款 VPN， 我去连接这个 VPN， 这里面我就需要选择，你看它自己自带的有 L2TP 类型的，还有 PPTP 类型的，我现在选的是 OpenVPN， 然后我去Advanced， 不是 Advanced， 应该是我记得有一个是在哪儿找配置啊？不是 OpenVPN， 不好意思，我添加的时候我可以直接导入 file， 直接将刚下载的这款我导入之后，它自己就识别了，识别之后这里面需要我去输入这个用户名密码，然后密码是那个你自己设置的密码。然后我们点添加，添加之后，这是我刚才就是添加好的这个配置，然后我们点连接，我们看右上角，你看它显示了 VPN 的标志，就代表已连接成功。然后这个时候我再去测试我的 IP 是否这个 VPN 的 IP，IP 开头是47开头的，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又进入了新加坡的这个地址，然后这已经就代表连接成功。我现在关闭之后，然后我们再刷新页面，你会发现它已经 VPN 就变了，又变成我之前的国家了。所以说这是 Linux 的系统，还是比较容易的。那好，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如何用安卓手机使用 OpenVPN。然后我还是同样的方式，我进入我这个个人的软体网站，然后去下载我的这个配置文件。这个配置文件，大家在配置 OpenVPN 的时候，它是会自己生成的一个文件。然后我们这里去进我这个网址去 download 我的这个文件到本地。因为我这个已经就是用程式码已经写好的，是用 Python 写的。然后你看我保存这个 config file， 就这个配置文件，然后进入这个 OpenVPN 这款软体，安卓手机里，然后去点击之后，然后添加一个配置文件。添加配置文件的时候，直接将刚才的这个加载之后，然后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输入完用户名和密码需要保存，保存之后，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正在连接当中。连接完之后，现在已经是连接当中，已连接。然后我们可以测试可以去 Google 浏览器上去，看我们的本地 IP 是多少。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跳到了新加坡的 IP。你看，这些已经进入了新加坡的网络，47开头的这个 IP 地址。然后我断开之后呢，我又恢复到原来的 IP，然后我再刷新，看又是我的62开头的这个 IP，因为个人隐私，我就不展示我的本地 IP。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我的 iPad，其实 iPad 和 iPhone 的手机是一样的，所以说我在这里影片里只展示如何操作 iPad 连接 OpenVPN。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我们的是 iPad 的操作系统，然后同样的方式我进入我的网址，然后去下载这个 profile 这个配置文件，这个配置文件在任何一个操作系统都需要的。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是新加坡的节点，然后我下载到本地，仍要传送，然后我存储到我的本地，存储到我的 iPad 档案里，然后点存储。存储之后，我们开启方式是可以通过 OpenVPN，因为我的 Apple 商店里已经下载了这个软体，然后我们点 Add 添加，添加之后，然后用户名是 lock 的，就是你只需要输入密码即可。然后我输入完密码之后，点 Connect 连接。然后你可以看到左上角这个橙色的已经变成绿色，就代表已连接。然后呢，怎么测试呢？还是同样的方式，进入浏览器里，点击 Where is my IP，然后检查我的本地 IP 是否跳到了新加坡。你看，可以看到是3.0.146.202的 IP，你可以看到是节点是新加坡。那好了，这个 iPad 和 iPhone 已经操作完成。我们现在连接的是日本的 VPN，你看我这已经是显示到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速度 OK 没问题。然后可以看到它这已经是转到日本了。然后我们现在点暂停，然后我断开连接，断开这款 VPN 服务，速度还是可以的。然后我们断开之后呢，然后我们再刷新。然后就切回到了我原来的这个国家。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这个影片。上一期我给大家分享就是如何关于自己在 AWS 上部署 OpenVPN，然后今天我的影片主要是给大家分享如何自己在微软云上部署 OpenVPN。其实大概的方案都是一样的，但是据我所综合使用这个微软云上那个服务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然后有很多网友就是评论说他的这个方案白嫖比较容易一些。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它这个各有各的优缺点吧。你所说的白嫖，它是并不代表说是最好的。首先，我们所使用 OpenVPN 的目的是什么？你是想白嫖呢，还是想要安全稳定可靠的节点呢？这个它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概念。但是我给大家就是我个人使用了就是使用 VPN 已经超过10年以上了，就是各个方式我都使用过。我所给提供的这个方案，并不是说完完全免费的，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刚开始你用云服务的话，第1年是免费的。其实我这个2个方案就相当于你可以白嫖2年，你们所说的白嫖。但是我所用 OpenVPN 的目的不是为了白嫖，不是为了免费，而是为了靠谱，是为了稳定。因为我并不是说差那个就是几美金的价格，而且我这个方案其实已经是最便宜的了。
有的人他就说什么他几十块钱、几百块钱买个什么就是 VPS，刚开始的时候有效果，其实 VPS 我也用过，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有效果，但是你想想用的人一多的时候，它速度会分流的，它并不是说你自己用自己的。而我的这个方案就是我自己用自己的，我什么时候想用的时候，我开启服务就即可；我不用的时候，我就关闭即可，它就不收费的。所以说，就是看你这个用处是什么了。如果你要是想1分钱不花，然后还想蹭人那个就是8K 的速度，还想看8K 视频，那我建议你就直接你就别冲那个墙出的，你直接回到墙内之后，然后你就看你的这个其他的就即可了。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我这个为什么好呢？因为我这款是自己在伺服器上部署的一款软体，然后我软体开启之后，我自己就是开机关机即可，然后开机的时候收我自己的账单，而且它这个费用是真的是很便宜的，真的是很便宜的。所以说，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观看我这个是怎么部署，这个是非常非常简单，就是傻瓜式的部署。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个影片，是关于如何自己搭建微拼服务。上一期影片我给大家展示了如何在 AWS 亚马逊云上如何自己搭建微拼服务，但是由于很多小朋友跟我反映说，在 AWS 上注册账户比较困难。然后今天我给大家分享另一个云端服务，就是微软云。微软云目前和 AWS 和 GCP 谷歌云是并列的3大云厂商公司。然后这里面我给大家分享如何用微软云部署，就是 Microsoft 的 Azure， 这款也是目前比较火的一个云端公司。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是给大家来展示如何在微软云上部署 Azure 上部署 OpenVPN， 还是非常比较容易的。我接下来给大家展示。首先你需要有一个自己的 Azure 账户，这个是微软云，微软云比亚马逊云要好注册一些，然后第1年也是免费试用的。然后影片开头我介绍了如何自己使用日本的VPN 服务，然后速度也比较稳定。来，这里我给展示如何自己使用微软云部署 VPN。假设我们已经有了这款就是 Microsoft Azure 的这个账户，然后如何创建呢？我们需要进入这个 Marketplace。如果你没有这里面有的话，你可以搜索Marketplace， 然后进入这里。进入这里之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可以搜索 OpenVPN， 然后 OpenVPN Access Survey。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第一个 OpenVPN Access Survey， 然后选择这个，点进入。进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就是创建那个功能，就是创建 button， 我们直接点击 Create。然后这里面它会有选择一些比如说Subscription， 然后这里面我已经之前自己的就是 Subscription， 就是账户的类型，然后我们选择我之前的。然后你可以看到我这里起个名字，比如说我叫崔东飞，那我就选飞 VPN。然后这里面的 religion 就选了一个国家，比如说我这里面想选择 Japan， 比如说选择日本的 West。我们来看一下，你可以看到 Japan West， 这个是你可以看到价格，它说是预计每个月15美金。但是它这个价格只是你24小时开启这台伺服器，然后运行了1个月。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24小时连接连接我们的 VPN， 所以说我们这是所有的这个收费费用。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只是需要几个小时，那我们就不是这么贵的，所以说这个价格比较很便宜的。然后这里面就选默认的即可，我们不需要选择任何操作。
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选的这个镜像是 OpenVPN ASIC Survey， 然后64，然后这里面的 size 选择 eVCPU 的1GB 存储。但是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显的 Free Service， 这就代表它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使用这个 Azure 的第1年账户，那你就可以免费使用这款 VPN 1年服务。大家如果既没有 AWS 也没有 Azure 的话，那我建议大家就是用我这个方案注册这2个账户，那你可以相当于就是你们所说的白嫖2年的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我的这款影片并不是说告诉你怎么去白嫖，而是告诉你如何去使用稳定安全的 VPN 服务。请大家记住，白嫖的并不是最好的，免费的其实是最贵的，免钱的才是最贵的。最近流行一个词语是免钱的才是最贵的。我相信大家都不是很差钱，所以说这里面我们要选择一个高可靠的。但是我的这个方案有什么不一样呢？不一样在于我想用多少就扣费多少，我不想用一暂停，就是不是收费的。然后这里面我可以选择，你可以看到它里面就是选默认即可，就是比如说 SSH Public Key 啦，然后你可以看到点下一步。这个存储，它这个微软云它里面默认的最小是30GB， 因为在 AWS 上是最小的是8GB。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我们选择默认，点下一步即可，这我们都不需要操作。就是如果你不知道这是干什么，你不需要管它，我们基本上就不需要选择什么不一样的，然后直接点下一步，然后点下一步，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我都不需要操作，然后再点 Monitor， 这里都不需要操作，然后我们直接点下一步，直接到最后一步 Create， 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的Network。Network 它这里面是有一个收费标准是 Public IP， 因为我们这款 IP 它是已经静态的 IP 是3.4美金每个月。这里面我可以看到它这里面就是不需要选择这么多 GB， 我选择1GB， 你可以看到选1GB， 然后我们点择 Create。创建我们的这款服务，然后它帮我们生成了一个新的 new key pair， 我们点击下载即可。这需要我们连接这款伺服器，但是我们可以不用连接，就比如说你看刚刚我们下载这款 Perm， 我们不需要连接，可以用需要 key 连接，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面操作。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现在部署当中，我们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正在创建当中。那我现在给影片快进一下。在创建这个服务，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关于很多网友向我反映说，他的方法比较好，其实每个方法都是有不同的优点与缺点。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他说免费白嫖，其实他这个服务吧，我不敢保证它比较稳定，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人少的时候它确实是有速度，但是等用的人多了之后，它这个速度它肯定会下降的。而我这个方式，没有人和你分享一台伺服器，只有你自己去使用。好，那我们现在已经创建这一台了伺服器之后，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 public IP address 是吧？我们把这个拷贝下来，之后，我们进入浏览器之后，输入这台 IP， 然后我们需要前面加 HTTPS， 然后我们进入443端口，这个443端口是必须要的，然后我们进入 admin 页面。它这台应该是错误的，那不是 admin， 应该直接就是943，对943，不好意思，是943。不是admin吗？
咱们来看一下它这款 IP 啊，不好意思啊，我有点着急了。我们需要连接这台伺服器，我得需要配置这款OpenVPN， 然后我们直接选择 Select。你可以看到我们那个 Azure 它已经帮我们制作好了一个工具，就相当于 Client， 我们去进入这款就是这个连接这个伺服器。当然了，你也可以使用就是我们本地的这个就是连接这台需要这个 key， 但是我比较偷懒一些，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在它这里面工具下就连接即可。我们需要等待大概1分钟不到吧。你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现在进入这个页面了。进入这个页面之后，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需要就是生成一个你的 OpenVPN 的密码。这里面我们第一步需要选择 Yes， 勾选 Yes， 就是代表它是否继续连接 Yes。我们连接这台伺服器进入之后呢，它会帮我们生成一个一个界面，就是这个界面它帮我们自己安装 OpenVPN Server。这个和我们之前分享的 AWS 其实是一样的。然后我们需要选择 Yes， 然后输入 Enter 回车即可，都是默认的，默认RSA 默认，就直接943端口是的，443TCP 端口是的，然后 Yes， 然后 Yes 回车，然后这里面admin 的user name 是 OpenVPN， 是的。然后这里面我们需要手动输入一个密码，如果你不想手动，你可以直接输入回车，然后它会自动生成一个密码，让我们点回车。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密码就是我们的 OpenVPN 的密码，这个密码非常关键，请大家如果生成的随机的一定要记住这个拷贝下来这个密码。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一会儿在这里面我去保存一下即可。然后这个它是这个 activation key， 我们默认不需要。然后等它现在已经是微软云帮我们自动创建了一台 OpenVPN Server， 然后现在正在是插入我们的资料库到资料库当中。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就是它已经帮我们正在部署，你可以看到这已经输入好了。但这里面我们需要做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需要将这个拷贝下来之后，我们拷贝之后我们需要将这个我们刚刚的这款 IP 先替换，因为它这里面这不是静态 IP， 所以说我们需要换我们的这个 IP， 然后我们点输入之后，它说有 connection is not private， 我们需要点 unsafe， 就是进入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它说它连接不是安全的。然后我们刚才我输入我们的 OpenVPN 用户名，然后密码是刚刚你拷贝下来这个密码，然后我们输入进之后，你看我们点 sign in 之后，我们就会登录到这个软体网址，然后我们进入点 agree 表示同意。同意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我们可以进入我们的cluster network setting。这里我们需要更改一下我们这个 host name IP 地址，因为这款 IP 地址是52.147.71.76。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这个地址 IP 地址，我们需要更换这个。这就是你唯一更换的一个地址。如果你这里面是本地的这个地址，你就不需要更改。然后这里我们点save setting 之后，
我们需要 update the running server， 就需要重启这台伺服器。重启这台伺服器之后，我们还需要重新再进入，然后我们还是同样的方式，我们需要再进入这台伺服器，然后我们输入 OpenVPN， 然后密码是这个 CP 开头的。现在我们进入这台伺服器，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这块伺服器只能有2个用户连接，然后我们需要进入 User Management， 然后点击这个 User Profiles， 我们需要生成这款就是这个配置文件，这盘配置文件是我们需要连接的，然后我们点击 New Profile， 然后点 Create Profile。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就是本机下载了这个 Profile 3这个，然后我们一会儿连接的时候需要连接这一款。你看我们现在点双击之后，它会自动帮我们进入 OpenVPN 连接，然后点 OK。OK 之后，你可以看到它这个IP 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 IP 147.71.76是吧？我们点 Save Password， 密码是什么呢？密码就是你刚刚随机生成的这个密码。需要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啊，然后我们点 Connect 之后，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就是连接它的这款伺服器了，是吧？然后连接这款伺服器之后，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需要输入 Where is my IP？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顶上都是日文，因为我这个本来这个国家并不是日本国，然后你可以看到它已经就是识别你是那个日本的了。然后我们进入之后，你可以看到它显示 Microsoft 是这个奥萨卡，就是那个大阪的一个 IP 52.147.71。然后我们先来测一下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测一下，比如说 8K video。你可以看到啊，这还有 12K， 然后我们试一下吧，我们试一下它这个速度怎么样。现在是，你可以看到现在它是广告，然后我们跳过广告，我们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所以我们这里可以选择最高的 4K， 这个你可以看到速度 OK 的是吧？你看不看到？哇！完美，哇，弄得我也想去瑞士去拍，用我的无人机去拍这画面。我天，真的是240 fps， 你可以看到这个效果完全 OK 是吧？然后你看我这个连接的速度，你看它这个9兆 B 每秒。Connection 的，看不看着 ？OK， 没问题是吧？你看这速度，其实我给大家分享这个，就是主要是想大家如何科学上网学习一些资料啊，什么或者是你比如说你想进入日本，你看我这个日本上面这个带标 GP， 就是 YouTube GP 已经进入日本，你会觉得这个速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价格说贵不贵，因为你看啊，你要想白嫖，就是1分钱不花那是不可能的。我跟你说，任何一个方案它都不可能说白嫖，它白嫖的既然它白嫖，它有白嫖的道理。然后这里面呢，我给 VPN 断掉，就比如说你用的时候，可以用的时候你就开启，不用呢我点 stop， 你看不看着？我点 stop。点 stop 它就不收费，因为它相当于是在云端是这个伺服器上，它相当于开启就是关机开机的状态。我们关机之后，我们现在就是这台伺服器应该是连不上了它现在还能连上呢，它这个需要一段时间。然后如果想开启的话，我们再 start 即可。这里呢我就是不想那个留这个伺服器，我就点删除即可。
删除即可。删除即可之后，我们选择这个页面之后，你可以看到，然后我们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它现在还是那个什么时候？fail to stop。我刷新一下。你看它现在已经 disconnect 断开了。断开了之后呢，你可以看到我这里面，那我就点删除。我就是不想那个用这台伺服器，我只是给大家展示。因为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去别的国家，或者是去中国大陆的话，我就用这个方式，特别稳定，我就从来就没有掉过的时候。然后 delete。但是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这个微软云第1年是免费的，就相当于我刚才所有的服务都是不收费的，然后还给你一个$150的就是个优惠券，然后你不管你是用什么服务的时候，它都从那$150里扣，相当于你们所说的白嫖。那好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我的影片。前2期我给大家分享如何自己在 AWS 和微软云上部署 VPN， 然后有很多小伙伴跟我说，也可以用甲骨文云去部署免费的 VPN， 或者是一些朋友就是看了某某解说之后，然后他尝试去用甲骨云 Oracle 云部署免费的 VPN， 但是我给大家也是今天在影片里展示如何注册这个甲骨云，然后来评测一下如何注册甲骨云。即使你注册完甲骨云之后，能否免费申请到免费的 server 免费的伺服器，然后以及就是如何在甲骨云上部署 OpenVPN， 然后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影片。那今天我的影片会展示给如何注册，以及注册失败的原因，以及注册之后如何申请到免费的服务，然后能实现就是你们所说的白嫖。如果你喜欢的话，就请接下来往下看吧。然后来我给大家展示如何注册就是免费的 Oracle 云的云端。然后我们首先进入这个 Free Oracle， 在 Google 上 type 这个它甲骨云它的对于新用户来说，它可能会有一些免费试用的，就是这个服务。它为什么会就是创建一些免费的服务？因为它会想甲骨文，它想就是想让你真正使用甲骨云服务，然后从而放弃 Azure AWS， 所以说它会提供这个免费的服务。但是所说的免费，它并不代表说你能注册成功。很多小伙伴们看完他们的就是注册，在那个在某某解说上注册之后就心动了。但是其实注册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首先我们注册的时候一定要关闭我们的 VPN 服务。然后我前段时间也注册了，但是注册失败。我再给大家再模拟一下我怎么注册的，比如说而且我的信息都是非常准确的。那么我给大家注册是否输这个是应该是饼干，然后验证我的 email。哎呀，输错了，不好意思，输错了。我再刷新一次。我们再输入一次。
然后他会给我发 email， 然后你看他会说验证 email， 验证之后，然后他会让我输入一个就是密码，这是我输入这个密码。注册之后，然后我们选 individual 就是个人的，然后这是账户 home region， 比如说我选Japan，我选择日本的伺服器。还有这个甲骨云，它这个有个特点，它一旦你选择这个区域之后，你就不能变更了。这就是一个免费有免费的坏处。免费的话，你只能选一个区域，但是如果你要是比如说你换 IP 了，你就无法换 IP， 比如说无法换国家，这就不是很方便。比如说我之前的2期影片，我可以随意切换，无所谓。然后这里面选择 Japan， 他说他建议是不要选择就是Tokyo 和这个首尔的。你看他说建议不要选 Tokyo 和首尔的，因为很难分配到服务器，所以说你选择一些不是热门的国家。然后我们点继续，点进去之后，他就需要让我填写我的地址。这些我的地址都是真实有效的，但是我仍然是注册失败。然后我这些地址都是真实有效的，都是我本人的地址。然后我们添加信用卡，这个比较关键。我是前2天输入我真实的信用卡，我是美国的信用卡，但是它是欧洲的账户，也是他说我这个验证失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看运气了。然后我们输入我们这个我是 Visa 卡，这是我的信用卡。要点完成，然后之后他会通知我的信用卡说让我去付款，然后我得 approve 一下。对，然后我点 approve， 就是代表我付款。我付款之后成功之后，这一步很简单，关键是下一步，很多人他到下一步说他就是说失败。然后呢，比如说你看我点了之后，他肯定会说失败的，因为他验证我的信用卡可能是不太对。你看他说 error processing transaction， 他说我们无法完成你的注册。通常一般是有以下情况：你可能输入不正确的信息，或者是说你隐藏了你的地址以及你的身份 ID， 然后也是你可能注册过多个账户。我跟你说，以上情况我都是真实的。然后像这一步已经注册失败了，就你无法注册成功，所以说你无法使用。然后我建议大家，如果出现这一步的话，你就不要拿你的信用卡试用了，因为你的账户已经可能是被那个就是被他那个甲骨文，这就是甲骨文这个特别不好的一个缺点吧。然后你也不要去联系他的客服，我联系过客服，客服说我们无法受理此类的案件，就比如说你是注册失败，就比如说你的信息他们无法帮助的。所以说怎么办呢？你换一个账户，然后我爱人就是我老婆，她用她这个账户注册，她就成功了。她用她的这个就是国内她的信用卡，但是她这个国内不是那个是指欧洲的国内的那个信用卡，所以说呢，这就是注册失败就无法使用了。他某某解说里，他只是给你展示他注册成功，但是他没有考虑到你们那些用户注册失败。然后这里呢，假如说我们注册成功了，我这里面有个注册成功的，是我爱人帮我注册的，所以说你看啊，我给你看看。
这样的吧，我给你展示一下我登录之后，你看，我用我爱人的账户，这是注册成功的，然后点下一步，下一步之后呢，它会填写我们这个email。还有这个云端，它有个特点啊，就是你即使注册成功，你也不一定能申请到免费的伺服器，这是肯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经过某某姐说，她说完之后吧，大家都去尝试注册，注册完之后呢，它的伺服器它免费的试用的，它就是已经就是没有足够的了，你就得等待。所以说等待的话，其实是很漫长的事情。你看这里面说我这免费的，你有一个250。欧元的免费试用，一旦你的免费试用结束，这你可以忽略。记住大家这里面不要点那个 upgrade， 如果 upgrade 的话，你就没有那什么了。然后这里面我是创建的在那个荷兰阿姆斯特丹创建一台伺服器，好处是啥呢？它是免费的，坏处是你不能切换那个国家，就比如说我想跳到日本，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就是 Azure 和AWS 是可以切换的，这个微软云如果你免费的就是切换不了。然后你看看我给大家展示如何去创建一台实例。然后你可以首先我们进入到我解说它是如何创建一台实例，是吧？我给你展示，如何创建一台实例。应该 computer instance， 然后我创建一台实例。然后按照你说的，你看它是选 free long free， 然后我们这里创建一台乌班图，是吧？创建一台乌班图，然后我们这里选择就是24版本，最好选择最新版本，因为可能第一版本的它有的不太支持功能。然后我们点 select image right， 是不是啊？你看它change scapes， 然后我们这里面选择。我们选择 AMP21 的这个类型，你看啊，它这里面显示，我只有 eCPU 和6GB 存储，是吧？然后我们点选择，这是免费的，你看 always free， 然后选择这个 shape， 你看我能不能创建？然后我 save， 我下载这个免费的，你看他说 out of capacity for shape。在这个可选的区域里面，绝大多数用户你注册完之后，你也不一定能分配到就是这个免费的，因为他说这个已经用完了，所以说这个就概率就有点像你买彩票似的，你就相当于你分配到大的就是好的伺服器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看我这里就是根本创建不了，它已经是用完了，就是免费的。所以说你得等，那就等到猴年马月，是吧？我们现在不要的是等待，我们要的是伺服器，你知道吗？然后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这是行不通的，所以说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之前的那个，就是我给大家展示如何在这个甲骨云上免费的创建 OpenVPN， 其实可以是免费的。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进入这个Oracle Cloud， 然后我们输入在 Marketplace， 你可以看到我这里面已经有输入了 OpenVPN， 输入 OpenVPN 之后，它旁边有个写着市场，让我们点击进入这个即可。进入这个即可之后，你会发现它有 OpenVPN Access Survey。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是$0，就是这是免费的服务。然后我们点击 Launch Instance 之后，这里面我们就是起个名字吧，起个就比如说什么呢？我们叫 OpenVPN YouTube， 也有展示这个给大家 YouTube 嘛。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它都是 free always free， 记住但凡是 always free 的就是免费的。然后它这里面是 eCPU 1GB 内存0.48带宽，这也是够用了。然后我们这里需要添加一个 save private key， 我们生成一个 key， 然后生成之后我们生成本地，一会儿我们需要连接的时候去使用。
然后我们这里面 specify custom boot 这个大小，我们选个50GB 就即可，这是也是在免费范围里的。然后我们需要点击 create 之后呢，我们就看它这个伺服器现在正在创建当中。创建之后，它会分配一个 IP， public IP。这里面我们需要点击 terminal， 完我们需要连接这款 key。我们怎么连接呢？我们点 SSH-i， 然后我们将刚刚下好的，我们刚刚下来的是 download folder， 然后我们 SSH-i 之后呢，然后我们输入刚才的这个下载的 key。对了，这一步是很重要。我们连接这个 key 之前，我们先试一下啊，然后我们需要你拷贝这个 IP， 然后我们前面加个用户名。通常来说，这个用户名它是这个乌班图，但这里面这个 OpenVPN 它这个给我们封装好了一个用户名，这个我们需要记下来。这个不是乌班图，是 OpenVPN-AS， 这个一定要输入这个，因为它这个给我们装好的这个软体它是绑定了这个用户名，然后我们输入回车即可。输入回车之后，它会显示connection refused。这个我们需要输入 chmod， 然后600，是代表可读可写的，就是 rw， 然后我们输入这个 ssh key， 输入之后呢，我们再输入一次，你可以看到它需要我们输入 yes， 这一步很关键，然后我们输入 yes。你看，它进入我们这个就是后台伺服器，然后我们这就是安装那个 OpenVPN 了。OpenVPN， 你看它这个显示 yes， 这就和之前我们在 AWS 部署的是一样的。我们还有 Azure， 我们就输入默认即可，默认，然后943端口，443端口，记住我们记住这两个端口，一会儿我们去那个后台需要开启这两个端口，然后 yes。是否需要 OpenVPN 用户名 ？Yes， 然后密码随机生成一个密码。我们这里直接输入回车，然后生成一个默认密码，看不看着这个密码？这个密码需要我们拷贝下来。拷贝下来之后，我们一会儿我们就是放到这儿，然后我们先放到这儿。然后我们进入这个命令行之后，我们然后默认。你会看到它会帮我们创建一个就是将我们的资料插入到资料库里面。你可以看到它现在正在插入当中。插入当中之后呢，我们现在正在插入当中。然后我们需要记住这个 IP 地址。因为这个 IP 地址，我们需要登录这个 OpenVPN 这个后页台页面，然后这个端口是什么呢？端口是943，然后 admin， 切记一定要是 HTTPS 回车。你可以看到它现在是 not private， 我们需要点 unsafe。unsafe 之后，然后我们需要输入 OpenVPN， 这就是我们刚才那个，然后将刚刚默认生成的密码，然后登录这个 password 里即可。登录之后，你看它显示 agree 之后，然后你会看到它已经生成了，帮我们创建好了。然后我们需要登录 network setting， 这里我们需要修改这个 IP， 我们需要什么 ？IP 是什么呢？IP 就是我们刚刚生成好的这个 IP 地址，然后我们输入这个 IP 即可。然后我们还需要修改什么呢？我们需要进入 VPN setting， 这里我们需要勾选一下，我们需要勾选什么呢？还有 client use specific， 我们需要输入 yes。输入之后，我们需要输入自己的就是
主要的 DNS 解析的这个地址 1.1.1.1.1， 然后这是我们的主的，然后备的呢是 1.0.0.1， 这就是我们修改，只需要我们修改的。修改之后呢，然后我们进入这个即可，然后我们需要保存 save setting。save setting 之后，我们需要 update running survey。我们还需要update。update 之后呢，我们回车之后呢，看着，它应该是不需要重启吧？我看看，我们 network 这个 IP 没改，我们需要修改这个 IP。对，然后我们进入这个 IP， 这个 IP 改完之后，我们就需要重启 save setting。save setting 之后，你看 update running survey， 然后你看它现在进不去了，因为它现在伺服器它正在重启当中。重启当中之后呢，然后我们再刷新。刷新之后，我们同样的点 unsafe， 然后点 continue。continue 之后，然后我们输入这个 OpenVPN， 然后密码是刚刚那个随机生成那个密码。然后点sign in。sign in 之后，你会发现现在我们这个 IP 已经变了，就变成我们这个 IP 了。然后我们需要点击 user management， 然后这有个 user profile， 我们点进入 user profile， 然后我们这需要点一个 new profile， 就是生成一个 new profile， 生成一个就是这个配置文件，我们点 create profile。create profile， 你会发现它现在正在生成一个就是这个密码是吧？然后我们点双击之后，你看它这个 OpenVPN 这款软体，它就会自动帮我们把这个 OpenVPN 的这个 config 配置到本地。然后我点 save password 就是刚刚我随机生成的这个密码，你看不看着？这是密码。然后我们点连接 connect。你看看它这个连接怎么样？据我观察，它这个连的时候稍微有一丁点慢，就是和 Azure 和微软云相比，你看它就是连上了。但是我们来看看速度怎么样呢？这个你看看啊，我现在给大家来测一下，比如说YouTube 8K video， 看不看着？你看看它这个速度2.5兆 B， 然后我切换到什么呢？它这个你看，它就可以切换，我们切换到 8K， 然后最后再来看。它这个带宽稍微有一点低，跟我那个之前的那个微软和Amazon的比，稍微慢了点，但是也是 OK。不是很 OK。它这个有延迟，因为我之前在那个展示的它是4K 的，你看这是8K， 其实也可以。你看6.mbps， 对呀。然后我测试一下，你看这个是不是也可以？你看。然后我们快进一下，其实也可以。然后我测一下我们的 Where's my IP， 你看我测一下我的这个 IP 是哪儿的。阿姆斯特丹的，你看，这是我刚刚创建好的这款 VPN， 你看现在是 Oracle， 然后城市在阿姆斯特丹，其实这个速度还是可以的。那 Hello 大家好，最后很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这个以上的3部影片。第一个影片是如何在 AWS 上部署OpenVPN， 第二个影片是告诉大家如何在Azure Microsoft 就是微软云上部署 OpenVPN。然后第3个影片是告诉大家如何在甲骨文云上部署OpenVPN。这3款方式各有各的优点，也各有各的缺点。我首先来解释一下在 AWS 上的优点和缺点。
AWS 上，这是我基本上所有的服务最相信的一款，就是服务在这个云端上。我自己的部落格就是 blog 也是部署在 AWS 上的。然后 AWS 上，它这个价格还是很合理的。然后你也可以随意切换不同的 IP。最重要的是它那个比较稳定可靠。然后它缺点就是它不容易注册，它即使成功注册的话，你还需要验证你的信用卡。因为我当时我是用了好几年的 Amazon 就是 AWS 了，然后注册的时候可能需要麻烦一些，就是我注册的时候是 OK 的，没有问题。但是他用了一段时间，他会显示说让我就是把我的所有的工资卡以及在职证明以及的地址，还有你的银行流水需要就是发给就是 AWS， 我记得好像是需要电邮，好像是。然后这是 AWS。Azure 的话，优点是也是比较方便，但是缺点就是价格稍微贵了一丁点。然后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你不能每次切换 IP， 就是你不能是重新创建一个就是 IP。像我 AWS 我自己做了一个软体，我可以远程就是开启关机。这是以上2点。AWS 和 Azure 第1年都是免费试用的，然后这个免费试用的时候就相当于你可以白嫖2年。然后但是Amazon 就是 AWS 你需要购买的一个 IP， 就是这个 IP 它这个静态 IP 它是1个月是3.4美金。Azure 的话应该也是这个价格。然后它甲骨文云呢，我目前来看并没有收费，然后所以说这个还是比较好的，但是目前不收费，但是不代表未来不收费，因为一开始亚马逊云之前 IP 也是就是不收费的，现在也开始收费了，因为成本嘛。然后就是大家可能是看了某某解说之后说，就是甲骨文云是白嫖，就是白嫖，永久白嫖。其实他说的是对的，但也是不对的。对的就是首先你得能容易注册账号，就比如说我刚刚影片一开始时候我注册我的账号是失败的，然后你得需要另一个信用卡才能注册成功。第二呢，你即使注册成功之后，你也不一定能申请到就是合适的一个就是伺服器，所以说还是比较看幸运。那么大家不知道喜不喜欢我的影片？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别忘了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感谢大家的支持，谢谢，拜拜。